当事人本人，当他经历了3到5个小时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甚至比较艰难的一个静坐的活动结束之后呢，再来看到这样的一件作品，其实对当事人来说冲击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这些肖像画呢，大部分的模特他们都给出比较接近的一种回答，就是心得体会，就是说在这一片面孔之中呢，不仅看到了自己最被隐藏的潜意识的活动，甚至还看到了自己受到 DNA 传承的家族的一个面庞。男士的话可能会看到他的兄长，看到他的父亲，看到他的爷爷；女士的话，相信大家看到他的母亲，看到他的姐姐。所以这一副面孔的话，传达的信息是很丰富的。我们继续往下参观。马上呢，我们就要从那个大演出来那个空间了。这个空间呢有13层。那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观察、观测，然后呢进行抛弃技法的创作，这是最为难得的一点。而且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少数民族的，有一些宗教色彩的，有名人、明星有这个国家的元首，在商界非常成功的大商人，还有在无人区居住的居民。那这想表达的是什么呢？艺术家他是不做选择的选择，无论是元首还是无人区的居民，在他看来呢，都如同梵高的很多 A 很多 B 送上的苹果 A。点几个名人吧，帮我们找几个名人。就他的那边的话，戴着这个黑色面纱的女士，她比较鲜明，是不是？最上部的一个柱子旁边的，再往下的话，1、2、3，粉红色面部的。头发比较少的那位先生就是比利时的总统，然后再往下，然后再往左1、2，有一个面色偏黄的女性，那个就是演艺界的，同时也是歌手，她叫戚薇。不太我比较熟悉。但是这里面也藏着他的家人，比如他的儿子、他的母亲，还有他自己。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做介绍了。画家有没有说他哪一幅他最喜欢？这里没有。就是说哪一幅是他最喜欢，他都是他比较得意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的得意之作。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28年来，这基本上是他的全部的积累了。那是说明什么呢？他不满意的作品当场就销毁，所以我们看到所有作品都是他最满意的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搭乘扶梯去到3楼看下一个展览。那在走廊的侧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贴了一些艺术家的个人的一个介绍。那深圳美术馆呢，每天的开放日是早上10点到下午的6点钟闭馆，5点半结束入场。那这个展览呢也会持续到6月23号，感兴趣的朋友呢，没尽兴的朋友也可以之后呢常来美术馆。周一不开门啦？对，周一是逢周一闭馆。
大家注意休息啊！你们注意不要跑来了。今天是加班。你这个得说清楚，今天是算加班。你是学美术的吗？我们搭乘扶梯的时候，尤其是小朋友们，注意脚下安全，不要挤。大人看好自己孩子。小周还是周怎么称呼你？你是学美术的吗？说学艺术的。对，艺术生。你是擅长是比如说素描还是油画？我只是随口问问，我只是随口问。接下来我们看的展览呢，想必小朋友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化石展览。恐龙。你们有没有来过看过化石展览？在启亮博物馆。你们都看的什么恐龙？哪一家的？是四川的恐龙，还是国外的恐龙？是看到那种霸王龙，是吃肉的还是吃草的？都有。就是比如像恐龙展的话，你们现在是那种 AI，现在 AI 是特别流行嘛，你们可以用 AI 把它骨头给它穿上肉，再长上皮，然后让它动几分钟，这样来介绍的话，这给放到门口展示，就我这样可能要花点时间，或者说你们的去外面找其他外面的商业公司做起来，但是做起来应该会特别吸引人。我只是说一下我的一个前沿的看法。但是比如说要做得好的话，可能要比如像找到哪吒大陆商业公司去做，自己做的话要花精力。但是我们展览你看它是有临时性展期的，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复杂的。就你们布展的时候就开始可以同步做。恐龙，芝麻。接下来我们看的展览呢，叫做《化石王国生命史诗》，所有的展品呢都是真实的，距今250万年到3000万年前的新生代古生物化石。那既然是新生代的，那有没有恐龙的化石呢？其实啊，因为恐龙的话是古生代的，它们相距的话有1万年的一个差距。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的呢，主要是新生代生存在甘肃这片土地上的。今天甘肃的一个气候条件是怎样的？有没有去过甘肃的朋友？李小红种潮湿还是偏干燥呢？干燥种葡萄枸杞。3000万年前呢，整个甘肃的地貌呢是如同热带一般，非常炎热的且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喜马拉雅山脉还没有完全的隆升，也就是说造山运动呢还是在缓慢的进行的。平均呢，喜马拉雅山脉的海拔在3000万年前可能都不足500米。所以说，在那一段时期呢，有一种体型非常非常巨大的动物叫巨蜥，它是目前我们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它在3000万年前就能够如履平地般的从巴基斯坦迁徙到甘肃境内。今天他们能不能从巴基斯坦迁徙过来？非常难，因为有天堑，有非常高大的山脉在进行阻隔。它们的体型有多大呢？高达到5米，长是8米，重是24吨。那相当于我们今天呢4头成年非洲象体重的一个总和。那学者们怎么推断它们是蜥科的动物？就是通过它的牙齿。小朋友在展会近能够观测到，右边的那一颗呢是偏大一点的牙，它的牙沟的形状是派形的，3.141596的派形的。哦。而且这个牙齿呢位于脸颊的上部的上甲齿。是我的哪个地方？所有的动物除了板齿蜥以外呢，你指一下我对这个地方。上甲齿都是派形的，下甲齿是异形的。这样配合在一起呢，就能方便它们研磨食物。左边的牙沟副巨蜥的话，它是巨蜥
家族中呢体型偏小一点，而且这个应该不是成熟阶段的成年的巨蜥，所以它头骨比较小。非常成熟的巨蜥的话，它的头骨应该是更巨大的，因为我们观察它的一颗牙和右边的霍尔果斯准格尔巨蜥的话，就能有鲜明的对比，它就小很多倍。小朋友的话比较轻松的能看到，我们成年的观众呢可以半蹲着来观察它的上甲齿，全部都是派形的，这就是蜥科动物的上甲是派形。那再往下走的话，时间就那个派的符号将近1000万年了。这个时候呢，巨蜥们已经灭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喜马拉雅山脉开始隆升，隆升的话会阻隔一定的印度洋流进来的温暖的暖湿气流。气候呢就开始渐渐的冷了下来，就由之前的茂密的森林变成了沼泽地带。那巨蜥这么重的体重的话，肯定不适合生存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取而代之的呢是产齿象。这个呢有1岁的和20多岁的，还有40多岁的不同年龄段的产齿象。我们发现它头骨呢也相差很多。那我们展墙上有图像，这个图像呢，其实就是这所有化石他们的家乡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和盛县古生博物馆。古生博物馆的和盛县呢，有一整个展厅就陈设这个产齿象的头骨化石，有从不满1岁的到40、50岁的产齿象，密密麻麻的按时间轴排列，非常的壮观。我们在这里呢，只是看到了老中青比较代表的。哪是脑？脑中青，就是因为它有特化的下颌骨，像铲子一样。为什么这么长特化的下颌骨呢？就是因为我们看那边的复原图，它的鼻子在做什么？在卷草。那鼻子的力量呢，在那个时候呢，没有像今天的象一样发达，没办法把这个水草弄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折筷子的话，一缕筷子、一把筷子，我们是折不断的。所以它就需要用它的下颌骨辅助，把这个水草铲断来进食。那随着气候的进一步的恶化，气候又开始寒冷了，沼泽地呢慢慢就消失了，就变成了这些多砾石的稀树草原，有很多的沙土。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我们产齿象它再用下颌骨去铲地面的话，就容易把它的骨头呢铲崩坏。所以就没办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30马的一个类群。这里呢有马驴，30马的，就是右边的那个最小的，还有这个甘肃巨蜥，猪脚和正羊，还有巨猎狗。巨猎狗的话已经都灭绝了。我们可以看到，和今天的小猎狗相比的话，它的头骨的话就要大上很多倍。这个都有点像是草原的雄狮一般凶猛。它可以现，它现鸵鸟蛋，鸵鸟蛋。那再往下走的话，这个头骨呢，比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个小3只马的头骨相比，它要长很多。这个就是和我们今天现生马一样的，都属于真马属，所以它就有非常鲜明的我们现生马的一个特征。因为今天我们吐槽，就是有人的这个脸稍长一点的话，会说它是有点像马脸，所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为参考的。再往下的话就是马类的展区，因为今年是马年，我们可以看到马年马的最初的展台呢放了2颗牙。那这个有什么意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小朋友观察一下，它小还是比较大，比较长还是比较短？这是几颗？这是1颗还是几颗？这是1颗牙啊，1颗牙。这1颗牙，这是比较长的还是比较短的？这是完整的吗？还是腐蚀掉的？这是比较短的牙。短的牙的话，其实是1400万年以前的马，它们都属于叫做低冠齿的一个特征。低冠齿是什么意思呢？有没有小朋友或者我们观众知道？我没这么专业。我们人类的话也属于低冠齿的，也是说明我们牙短，太粗糙的东西，很吃嫩的。当时的马呢，不仅是脸比较小，牙比较短，而且腿也比较短，它们不需要奔跑。漫步在密林之中，非常优雅的去吃一些嫩叶。但随着环境的恶化，森林稀少，草原变得更加的短毛，它们就被迫的需要奔跑起来。而且呢，自然界还有一种法则叫做贝格曼法则，越寒冷的地区呢，生物体型越大，
就如同今天的东北虎和华南虎的话，它们体型差距就很大。所以呢，马类呢也因为气候的变迁呢，它们的身形也发生了演化而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三指马的话，它其实就比刚才那个安骑马的体型要大很多，但是呢，它后面的两个脚趾呢已经开始进行退化了，后面两个脚趾变短了，但是呢，它的牙已经萌生出和我们现生马类似的这种高冠齿的特征了，就它的牙变长了。这就说明它们吃的东西不再嫩了，开始变得粗糙，就像吃一些草啊，纤维很多，会对牙造成很大的一个磨损。再往下走呢，全都是不同种的三指马的头骨化石。那生物界呢，给动物们的这个种类界定，它是非常复杂的，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那在这里呢，都是不同种的三指马，它们的命名方式呢也不同，有的叫做渭河三指马，那就是以地名来命名的；有的是叫腔脊三指马，是根据它的特征，就像铲齿象一样，生物特征来命名的；还有的叫做蒋氏三指马，是为了纪念一些对古生物做出特殊贡献的人，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也是生物学还有考古学主要的三种命名方法。那这边的展览呢，就是马类的一个演化，它的时间跨度呢，经历了5000万年。那在4、5千万年之前呢，是最初的始祖马，它们呢长着4个脚趾，体型呢还没有到达我们这个成年人的膝盖的高度，就和今天的普通的狗一样大。那慢慢的发展呢，它们分成了很多分支，最终演化成最成功的真马属的这些马匹，就是我们现生马类。那这边呢就有一个属于真马属，但今天已经灭绝了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埃氏马。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脚趾已经变成几只脚趾了，单只了，一只了，就和现在很好的草原上马一样。它的脸是长长的还是短短的？变长的。那说明什么呢？当时它们生存的草原的草是比较高的，如果它们的脸不够长，吃草的时候眼睛就会被草遮住，就没办法及时的观察到周围敌人的一个靠近，比如说这个狮子呀，还有这个它后面的那个剑齿虎，一会儿我们能看到，在捕猎它的时候呢，它就能及时的观察到，从而逃命。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埃氏马的脸和三指马的脸。如果说吐槽一个脸稍微长的人，说他是马脸，三指马的马脸，那其实就是夸奖了，对不对？因为三指马的脸看起来特别的精致，像瓜子脸一样，很可爱。帅哥，大帅哥。对。那这个埃氏马呢，它的命名方式我们可以猜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们，刚才提到了3种命名方式，还记不记得？有地名的，还有生物的特征，还有人名的。埃氏马我们猜测一下，它是以什么方式命名的呢？人名，没错啊，是为了纪念一位法国的女性的古生物学家，叫做艾森曼，她对研究马类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呢，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一物种叫做埃氏马。这边呢还有陆龟和这个大唇蜥的化石。大唇蜥的话，它的上牙齿也是什么形状的了？刚才提到的，除了板齿蜥外，所有的蜥科动物它的上牙齿都是带形的牙钩的形状。那再往下呢是陆龟，它们是集体的渴死在水源地附近。那干旱之后呢，又迎来了大洪水，洪水呢卷带着一些砾石和泥沙，就把它们掩埋了。掩埋之后呢，它们这个龟身上的一些有机质就和土壤里的矿物质进行了替换，就变成了化石。我们看到所有化石呢，基本上都是这么产生的。那为什么偏偏在甘肃临夏和正回族自治区的这个和正县有这么多的古生物的，尤其是新生代古生物的化石遗存呢？就是因为曾经很久很久以前，临夏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盆地。那随着造山运动呢，两边一边是青藏高原，一边是黄土高坡，他们在垄生的过程之中，就会把他们那边的化石遗存呢，慢慢的沉积在盆地的最核心的区域。那临夏回族自治区，他们最中心的、最低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和正县了，所以他们就会有如此多的化石的遗存冲下来了。大部分的化石遗存在发现之初呢，其实是以这样原生岩块的方式呈现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杂乱，这就是如同刚才我讲到陆龟它们那个化石形成的原因一样，是受到了水的或泥石流的一个冲击，才会把它们进行掩埋。那冲的时候是有非常强的冲击力，就会把它们的骨头呢折断、冲散。
就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呈现。所以考古发掘活动呢是非常艰难的。那我们国内呢，其实重视这些化石的研究是比较晚的，是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在1980年代以前，和正县这个地方呢，当地的居民也是以挖这些化石为生，但是那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些是化石，他们当做一种中药的药材，叫做龙骨。龙骨那不甲骨文吗？对，甲骨文他们的命运呢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会在4楼呢看到甲骨文，那现在我们就要走到4楼去参观甲骨文了。有一个问题，就是1个月前有人问，也是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拼得很好的那个马，他那几个骨头都是他的吗？有没有把其他就是一下子死了4-5匹马，结果把其他几个骨头拿过来把它给修复了？这我不确定，这个不确定，只有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才知道。还有是有的地方这么搞。马脸，那个安斯玛，就刚才您介绍安斯玛，如果把那个那个科学家的照片给挂一幅到那就完美了。对，安斯玛。那个展览空间有限。就是打A4纸打印上放到那。还有一个您说就是说越冷的地方它体型越大，但是现在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孟加拉虎咬死华南虎的华南虎孟加拉虎把那个东北虎给咬死的案例了，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就是那孟加拉虎、华南虎那就那些老虎小，但是东北虎那么大，怎么小的把大的给咬死了？就动物园里发生了好几起。那是有个案的，就像是。就是他俩放在一起，基本上是东北虎被咬死。甲骨文。那这个展览呢，叫做在文寓意，主要是以金石学、碑学，还有少量的一些帖学的一些文献。这些文献呢，主要是以拓片的形式展开的，所有的拓片呢都是原汁原味的原碑原拓。大部分呢保存得非常好，都来自于清代和民国时期，所以说距我们今天呢也至少有100年左右的时光，非常的难得。因为现在呢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和完善，已经不允许再拓制这些文物级别的物件了，所以这些拓片呢可以说都已经绝版了。因为很多的东西我们发现前面的这一组甲骨文呢，它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我们看到的这一组甲骨文呢，它是来自于商代的。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是以时间轴的顺序，从商代一直到清代展开书法的一个演化和历史。那甲骨文上面的文字呢，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一个这个体系。我们今天的话还没有完全的把它破译出来。那上面主要的话就是像以象形造字法为主的偏画一样的偏符号一样的一些文字，这一组的话属于子祖非王母祠，就是说它不是商王来进行占卜活动的甲骨，而是由他的孩子贵族叫做子的一个人物，他是商王武丁的儿子，所以里面呢就有记叙他在测算他的父亲武丁呢会不会把他给杀掉，因为他犯错误了。在商代的时候呢还是非常残暴的。人一旦犯错的话，可能迎接他的就是送命的一个命运。再往后走呢，这个就是周代的周成王呢，他迁都到洛阳，当时呢就铸造了这个叫做何尊的青铜器。青铜器呢，这个缺口的部分有几个字叫做“宅兹中国”，就是对中国意思呢最早的表述。但是它指的中国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国家，而是位于比较中央的这个帝国比较中央的区域的都城，叫做中国。宅兹呢，大概的意思就是指他们居住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那再往下走呢，就是墙盘。墙盘呢，记录了的是一些历史的文献，它佐证了《史记》里面周本纪的一个真实性。因为里面记载了6代周王世系他们的一些丰功伟绩，同时呢也有这个微子家族的一些事迹。这个盘呢就是微子家族中呢一个叫强的人
它的这个青铜器铸造的。那再往下走呢，叫做迎仪，它是一个盛水器。对，古代人的话有一种礼制叫做握罐之礼，就需要通过它呢接水，搭配盘使用，盘里盛水，它呢取水，然后呢再倾斜就会流水，就有点像水龙头一样，然后进行洗手活动，这个叫做握罐之礼，有点像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水舀子一样。它上面记载的呢就是一个诉讼案件，讲的是地级贵族牧牛去告他的主人叫做嬴这个人的一个故事，结果他败诉了，因此呢受到了处罚，罚他这个500鞭刑，还有折今天60公斤的黄铜。那可能这个主人叫做嬴的人呢，就拿这个黄铜呢铸造了一堆青铜器，其中就包括这个叫做仪的器物。一般这个青铜器的命名呢，第一个字就是主人的归属的名字，比如这个嬴仪就是嬴这个人的，仪就是这个器物的名字，这个器物叫仪。前面的那个强盘呢，就是强的盘。再往下呢，壶簋就是壶的簋，这个器物叫簋，就是食器，装吃的，有点像自助餐的那种锅。那这个叫壶的人呢，他其实是商代的帝王，是周厉王，所以他的器型呢，我们可以看到比旁边的要大。因为帝王之器的话，一定要凸显出他的一个地位，因为周代是非常重礼制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物体的青铜器的形状呢，也很像拓的。那它是不规则的形状，怎么能拓得这么精美呢？其实就是从清代开始流行的一种叫做影拓的技法，它就是用画的方式呢来仿造拓印的质感，给人营造一种是拓下来的感觉，但其实是画出来的。再往下走呢，就是这个国际紫白盘。通过刚才的介绍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盘是属于谁家的。是季子白他们家的。国的话是这个他们这个封地的名字，就像国一样，是一个地名，国家的名字，封地的名字。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做介绍，因为这里面蕴含着很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包括它的这个书法的一个价值。总之呢，这个展览呢，一共是有5个展厅做陈设，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逛一圈的话都花费不少时间了。到了这个东周开始呢，礼崩乐坏，国家呢就开始走向了分裂，就出现了这个7雄争霸的场面。那7个国家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味，铸造自己审美趣味的青铜器的形制。其中呢，不同国家他们的文字也是不同的。那刻在兵器上的文字呢，就是来源于不同国家的文字。它们主要呢都是以鸟虫篆的形式体现，看起来呢就像画一样，难以辨识。鬼画符。对，再往下走的话，就到了秦代的李斯的这种摩崖石刻。这件呢叫做泰山刻石，上半部分呢已经风化严重的是李斯的笔记，下面是清代人的题记。下面写的很规整的，就不是秦代的。但其实在他之前呢，他的这个书法呢已经变成秦小篆了。秦小篆的话，就是李斯书同文车同轨的一个结果，就是把之前7国大家都不会认识彼此的字这样的一个弊端呢给统一起来。但其实李斯的字呢也不是凭空造就的，而是通过新秦时期的秦国的书法呢进行了一个总结和提炼。那我们后面呢就有新秦时期的文字，就是非常有名的石鼓文。这些石鼓文呢是新秦时期秦王围攻当时的周王室的一些使臣出去狩猎的这样的故事，分别刻在10个五行的石节上，这个叫做节，很圆的一种。方方的呢叫做碑，碑和节是不同的形制。我们一般呢，统一上来讲，方一点的就叫碑，圆一点的就叫做节。那这个呢，因为它长得跟像鼓一样，所以叫做石鼓。那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呢已经非常残缺了，就是因为经历了1000年的时光，历代的人呢，有些人不知道好好的
其实是散失的啊，一直到宋代的时候才开始收集好。其中有一枚鼓呢，就是这个鼓，叫做做元鼓，它已经没了一半了。就是当时发现是在农户的家里，农民呢把它做成这个农具了，所以把这个上半部分给截掉了。还有呢，叫是马剑鼓，它已经一个字都没有了。那字最多的呢，就是那个无车鼓。那这一组呢，都是清代的官方的拓本，光绪年间的，所以非常的一个精美。清代的。对，清代的拓品，鼓的话是先前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呢，基本上都不是原物，都是拓品。清代收藏下来。那这儿呢就是原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青铜的镜子，铜镜，这个是原物。然后拿宣纸，先对这个物件呢进行清洁，然后呢稍微把这个宣纸贴上去要打湿一点，它才能贴合好。贴合好之后呢，再拿小拓包在上面一点点的拓，最终呢就把这上面的花纹纹路呢全拓印在宣纸上了，就变成拓片。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呢，基本上都是这么来的，都是在这个原物上呢进行拓制拓出来的。虽然不是原物，但是它的这些拓片的价值呢是非常高的。再往后走呢，就是汉代的瓦当。很多的这个瓦当呢，主要是汉代的最精美的，因为上面呢大量运用了这些变体的字，其中也有这种鸟虫篆，比如像花鸟一样，像画一样，非常的漂亮。这儿呢有一枚这个朱砂拓制的，是反字，就反着这个拓的，因为这个砖呢是正着刻的，所以拓出来就变反了。它本来是这个建筑用的砖，建筑的话它要溯源，就是这个如果是豆腐渣工程的话，能找到是谁负责的，所以就会在上面刻一些字。那对，为什么这个陈设在这个重要的区域呢？因为它是咸和6年制的砖。咸和6年那一年呢，在我们今天的大湾区呢，发生一个重要的事，就是深圳的前身宝安县呢立县了，就是开始正式成为一个行政的区域了，不再是这个闲散的小村子了。咸和是哪一年？是这个晋朝。再往下走的话，这个也比较特别，就是西汉和东汉之间的短短的10年，往往篡汉的这个新朝的刻字，比较少见的。而且呢，它有这个花边装饰，也是给后世呢做这个篆刻呢提供了很多的灵感。再往下走呢，这些都属于东汉时期的碑了。因为西汉的时候呢，他们吸取了秦代的教训，就叫做与民休息，不让百姓呢太操劳，所以呢就不提倡这个奢靡之风。但是到了东汉的话，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厚的资源了，他们开始流行厚葬和奢靡之风，就有了很多的这样的碑。那边的话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外蒙古国，叫做奉燕然山陵。当时的话是被收复了，击退匈奴之后的收复了。那这一边的话就是在河南嵩山的嵩山三阙，分别在3个山头上的这个寺庙的墓道前的建筑叫做阙。再往下走呢，还有这个西平石经呢，里面记的是周易的部分。作为当时的儒家的典籍，因为这个汉代的时候呢，西汉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呢没有刻在石碑上，大家都是口耳相传，就是老师背给学生听，学生呢再背给他的学生听，这样难免呢会有误传。所以说到了这个东汉时期灵帝的时候，这个汉灵帝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把这些典籍呢刻在石头上，这样就不会被改动了，就是永远保存了。但是没想到没过几年呢，这个黄巾起义的话，就把那个太学呢给烧毁了，所以这个就埋藏在残垣断壁之下。后来发现的时候，已经变成这个残块了。但是它的意义呢是很重要的，就是最初把儒家的典籍呢以石刻的形式呢，非常标准的、完整的、一字不落的给它传承下去。那再往下走呢，叫做三体石经，它是用3种书体，比如说古文、篆书还有隶书，汉代比较流行隶书，刻下来的。
这原本是一整块碑的正反面。那为什么分成4块呢？就是因为当年呢有盗墓贼把它盗走了，因为它太长了没办法搬走，就把它切成2段。所以一边呢是上半部分，一边是下半部分，然后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这样就变成了4个部分了。这边呢，大部分的话都是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的碑刻，因为这2任皇帝的话，那个时候隶书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它的精品的碑刻呢是非常多的。我们发现有的碑呢中间有一个小洞洞，这个小洞洞呢是东汉开始流行的复古的风尚，因为最初的碑呢是没有字的无字之碑。有3种主要的功能，一种的话就是打这个碑穿，在墓道的2侧呢牵引棺椁下去，因为棺椁是石质的很沉，需要有牵引的这些辅助的物件。还有一种呢是在庙堂前呢立起来，阳光投射的时候会有影子来看日影算时间的。第3种呢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神殿之内啊，它会有这个杀牲口祭神的活动，那怕牲口呢跑了，所以把牲口呢拴在这个石碑上，它就不会跑。以前的碑呢主要是这个功能，它不会在上面刻字的。在东汉以前呢，主要的刻字的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石鼓，是刻在节上的。再早呢，就是刻在相对来说比较平整圆滑的一些墙面上，或者说山体的山面上，叫做摩崖石刻。后来这个铁器的话比较成熟了，他们才开始打磨，然后有这个碑的形制。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光才演化出来的这些碑。因为通过这个内容，还有这个书体，因为有一些书体它的笔画点画的话，只有在某个时代的能记住，还有它的形制。因为这个碑上面大部分都记载着有名日有这个内容的，比如说这个叫孝德碑呢，它在教育界的意义就比较大，因为它是最早呢开始为这个办学校来歌颂的，就歌颂这个人呢办学校有立功的，叫孝德碑。对，这个上面还画了一些比较神秘的图案，有人呢觉得是星象，有人呢觉得指的是4面八方和1年4季，象征着农业的一个繁荣，都有不同的解读。他们都是来自山东嘉祥，嘉祥的这个画像石呢，特别的这个精美，刻得非常的好，而且它这字也比较独特，有点像写在简牍上的东西一样，说明2边的这些书体呢都不同。那这一块石碑的话，上面有个老者的形象，很多人就是不解它是什么意思，其实是被后来的这个平民呢给他偷走了，原本是没有这个老者的形象的。他偷走之后干嘛呢？他用作自己墓室的墓道的门，这是墓门的左扇。因为他想做一个方方整整的方块的石碑呢，要花很多钱的，因为以前有的人现在有角磨机。还有一点点的打磨，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一块现成的方方正正碑，他直接拿来做墓门了。这边的话，吴潜墓志，我们发现它这个保存的非常的好，上面字呢非常的清晰，就说明是比较新出土的。那前面看到比较磨损严重的，就是早就出土了，或者说被人破坏掉了。那卢潜墓志呢，它上面搭配的是魏王，就是曹操的墓里出土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俩要放在一起呢？就是因为这个卢潜墓志上呢，记载了曹操墓具体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的学者呢，考古学家发现曹操墓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参考，就是来自于卢潜墓志上面的记载。他们有具体说曹操墓在他的墓旁边走多少步就能到，所以后来的人才找到了。他那个死之前，像这个的话，就是做成的卡石的一块碑，因为这一块呢是埋在地
下。那老百姓呢也觉得磨这个碑挺费劲的，就干脆不磨，直接埋在地下，所以有块的字呢保存下来。那原本的话，它这一整块碑被切割做成，我们可以看到上半部的形状比较独特。那魏皇女节这个，它是拿这个毛笔写的，就是在画片上写的。哦。对，这一组的话就是陕西汉中一带的高斜道的10门13品之中的几处。下面这和写呢，有说是曹操写的，然后那个是有争议的。那在走这个走廊的时候呢，我们也没有就是忘了很多的对于3000年的系统的梳理。那每一个时代有哪些大书法家对于书法的一个演变和进步呢做出重要贡献了，都简单的标注了一下，而且呢，伴有这个座椅，观众们呢也可以坐下来慢慢的欣赏。那这个区域的话，还有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有一些王羲之的帖的一个看法。那王羲之最有名的就是《兰亭序》了，永和9年。那我们在这边呢，把永和元年到永和12年的官方的砖都进行了拓制。官方的砖呢，一般都代表了他们当时的一个官方的书体的形制。下面呢有一块永和9年的砖块的原物啊，这是真的永和9年的砖。可以看到，官方的流行的书体呢和王羲之写的字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王羲之的字呢是有划时代的风尚的。再往下走呢，就是魏碑非常有名的张猛龙碑。张猛龙碑呢，它对于这个后世唐代初唐的书法家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虞世南、褚遂良啊，都受张猛龙碑的一个影响。张猛龙这个人呢，他其实在史书上呢基本上是没找到记载，但是他的这个碑呢，上面的书法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块碑呢，高真碑，这是清代的拓片了。为什么说这个展览很难得呢？首先，文物保护法，我们现在很多文物不让拓制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就算让拓制，很多已经被破坏掉了。以前的人呢，他们很多人不识字的，所以不会去刻意的去进行仿碑之旅，他们不会去看这些东西呢，他们也不在意。除非是想用到了，比如做成门槛了，做成墓室了，不然他们是不会轻易的去破坏这些。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多人呢，他识字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碑的价值，有的时候去景区呢，就刻下到此一游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很多的碑都被破坏了。那这个碑的话，它不是这个原因破坏，而是70年代的时候呢，被裁成2半，变成筑桥的石基去造桥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个完整的一个样子了。因此，我们能看到这完整的碑呢，也是绝版了的。这边呢就是篆体。对，南朝的时候呢，在这个云南一带流行的字，也是我们今天的大湾区的人非常喜爱的一种字。比如说招商银行啊、南方都市报啊，还有这个我们这次展览的赞文币啊，都是这种篆体的一个延续。赞文上有一个贵族字碑呢，就是北魏他们还没有迁都洛阳之前，他们的书法风尚可以看到，在迁都洛阳之前呢，就已经开始汉化的比较完善了。他们书体呢，已经就是和汉人写的没什么区别。甚至这个楷书的话更加的精确。再往下走的话，就是魏文公的这个郑文公碑，还有这个郑昭道他摩崖石刻、白居谷题记、白居谷的刻字，这看到他写的这个大字呢，非常的有这个阳刚之气。他就是经常拿来和王羲之做对比的一个人。王羲之呢，代表的就是比较柔美的。比较娟秀的，而他的字呢，就是非常恢宏大气的这种，都是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可多得的书法大师。那这3块呢，就是南北朝时期呢比较独特的字了。一个是这个南朝这个萧景的这个反字，是反着刻的。
这是故意的一种风尚，和刚才的砖不一样。阴刻是阴刻这阳个下面的话，就是因为它书写感比较强。我们刚才无论是张某某碑啊，还是其他的碑，它刻的非常的粗犷，但这个呢就非常的有写感，像是拿软笔写上去的。毛笔字。然后那一件的话，就是它虽然是接近于楷书，但上面有这个隶味儿，还有这个金石器，也就是有这个篆引一样的质感，就像写篆书一样的笔画在上面。后面的话，这些就是龙门20笔。哦。这不是原碑，这是拓片。这一圈的话，就是北魏时期呢，拓跋家来到洛阳之后都改姓了，改姓袁了。他们的这个家族的一些各个家属的墓志。这个是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这边的话，就是到了隋唐阶段了。比如说这个九成宫李全明呢，是欧阳询的名碑，因为太有名了，历代都去拓制，因此他这个就字口非常的不清晰。我们一般看这个拓片啊，它上面字很细，就说明它被磨损的比较严重。那这偏粗一点比较清晰的，就说明它没什么人拓过，因为这是出土不久的，所以说保护的非常好。那这一块九成宫李全明呢，它虽然字迹已经非常模糊了，但它也是清代的拓的。因为现在的话，这两侧的碑侧已经全都是这个到此一游，就不再是这样比较干净的一个状态。那边的地图呢，展现的就是我们这次展览出现的碑它的一个来源地，都分布在中国的哪些区域？这是孔雀碑，然后还有米芾写的字，还有这个基督教内斯托利派在大唐期间来传教的景教，当时叫做景教。他们呢给这个皇帝呢写的，就希望呢能够大唐的这个礼上呢还能够庇佑他们继续的在大唐的国土之内呢进行传教活动。那往下走呢，还有草书的这个怀素的新字文，还有这个非常少见的叫做玄真传，它这种书写的就是像一根针一样，非常漂亮。还有褚遂良的《雁塔生郊序》。这一组的话就是唐代的李熨他的一些名作。下面这一件呢叫做《端州石室记》，它就是在广东肇庆发现的。因为和我们这个大湾区呢有缘分展出，但是很多学者呢都觉得它不是李熨的字，因为是和前面其他的李熨的字做对比，感觉这个写的稍微气势上要弱了一些。后人仿的，是冒名顶替。这一件呢就是李建成他的一个墓志。李建成的话，就是玄武门事变呢被李世民给弄没了，所以的话他草草的就是给他弄了一个墓志。而且呢，这个比较难得就是大唐不惜隐王，这个隐字的话，原碑的话，原墓志的话，它是往下凹陷一点的，说明被改过，被刨过。那有学者呢推测，它以前上面的字呢，是零，有可能就是李世民呢，他之后呢又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不舒服了，就改了一下。给他重刻一块碑不就得了？这一块呢是狄仁杰的书单的。书单的话，就是说拿朱砂在石碑上的写字，亲笔写上，然后工匠呢按照他写的进行刻，所以相当于是最好的能保留原汁原味的这个笔记的。这边呢，复制了一个从唐代开始呢定型的一个碑志的形态。从唐代开始呢，大部分的碑呢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制。旁边呢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上面的碑幅呢，有的时候也会成这样像龟一样的一个形状。那其实它也是龙的孩子赑屃。
这块碑的拓片呢是唐代的盐池碑。侧边的话，一般的话，碑的这个碑阳和碑阴呢是刻主要内容的，碑册呢一般是给后世用来提心得体会和感想的。那这个就是颜真卿呢对题在这个西岳华山神庙碑上的。对。这是有公权的。红色是用朱砂啊，就是原料做的，这些是墨砂。就可能这个主人的话，就是原本拓它的主人非常喜欢这块碑，所以他就用朱砂拓，因为朱砂又比贵好多啊。这些的话都是唐代的篆书，都是从这个李斯呢一直传承下来的御铸篆，就有点像御制的筷子一样，粗细呢比较均匀，线条非常的典雅高古。比较特别的就是刚才那边看到的，还有这个玄真传。因为这个所有的展品呢，藏家呢从80年代就开始收集这些展品了，所以非常难得，就是耗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一点点收集来。这些就是属于仿片的拓子。一种是碑学，就刻在碑上研究的；还有一种新石学，研究这个汉以前的比较高古的书体；还有呢就是对帖学，就是写在纸上的书信上的信札上的。那怕他们呢经过这个时间长就烂掉了，所以赶紧呢，历朝历代的这个帝王，还有这个大文豪啊、学者呀、文化名人啊、文人啊，都会花重金呢请人去。对，刻在这个石或者说木板上，草木板上，然后呢就可以像我们今天的扫描件一样，不断的去印刷，然后给别人去参考去学习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字呢更加的飘逸、娟秀、苍穹森秀的，这些都是历代的名仿帖，非常有名的仿帖。那边的话就是宋代人写的篆书了。宋代人的话已经难以超越唐代的法度，还有这个非常精美的笔痕了，所以他们就是从意趣上来找突破。这那边的话还有苏轼的、王重阳的，是真迹吗？赵孟頫的，这个。大概是真的。给我们点一下。目前没有这个争议比较少。就是说是哪些真迹？这毕竟是苏轼立子丹碑。立子丹，然后还有什么王重阳？王重阳是那个道教的，全真教的。他写的书法的话用到了偏锋，就是有点像画葫芦一样的。是这哪个？这个？对这个。王重阳。这下面的话是赵孟頫的，但这个有争议。上面这个是沉船的，沉船，这边几件呢，就是有这个明代和清代的。这个据传是王阳明的，据传是对，因为海瑞。有人有这个争议啊，因为觉得王重阳写的字呢不会这么热。王阳明媚俗的感觉。王阳明是他应该特别大气。这是海瑞的。海瑞，因为王阳明毕竟他领过兵。小的是谢晋，都是这次展览的话，主要是展示名碑，还有名人，要么是碑有人，要么是人有人，要么是故事有人。谢晋。都是让我们大众呢市民能够去有收获、有体会、有感受，能够看得开心的。
较不舒服的。增加了很多是吗？跟上次比的话，有一些替换的，因为这个展陈空间知山改山，有一些不适合在4楼陈设的呢，就撤掉了。最后一个区域的话，就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它就是都展了一些大碑，因为我们刚才的恒温文史展厅呢，展不下这些大石幅的。这里就有这个其他的龙门和这个石门。那个没法。这个石门颂是汉代的3颂之一。这2个栖霞颂，还有个辅歌颂没讲述。石门颂上的话，就是以前这个江泽民提这个自以前的辞海的题字，就是在这里面提的2个字。这是词，这是海。辞海2个字就长这样，可以拿手机拍下来去对照一下。给刺海挺。所以说，有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这个碑帖的海洋之中呢，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和对自己有意义的字，然后来苦练，最终呢变成自己的个性签名。创意，好创意。像这种的话，就是一开始没有对山体呢做细致的打磨，就依山势而刻，形成的这个气势呢，也是顺应这个一种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就是不是平的。对。就是它一个是。而且呢，还有经历这个风化，因为这个呢，早年的时候都被这个掩埋，有这个流沙呀和水的一个冲刷。现在这个石门水库，有一部分呢还没有被淹掉。当年呢，为了抢救这些呢，把这些都是给拿走，拿到这个汉中的博物馆内了。但是最后呢，发现没有完全淹掉这个石门水库，水位线没有那么高。有玉山碑吗？玉山碑有，在隔壁展厅，红色朱砂画的，放在宋代区域。这个碑侧的话，就有颜真卿那个题记，刚才我们看到过，比较窄的。这大碑的话，气势都很足。这次展览难得的呢，也是把这个碑呢原汁原味的用拓片的方式完整的呈现出来，没有像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册页的那种装裱方式，就会失去了这个原碑的这样的一个质感。这2个就是唐代的，一个是李世民的，还有一个是武则天的。李世民是晋祠铭，晋祠之铭。这是武则天的身心太极碑。唐代的帝王的书法都是非常好的。比较独特的呢，就是这2块碑上面的碑额用到的是飞白书。我们现在传世的飞白书的唐代呢是比较少的，其中呢最有名的、最精美的也不足这个3、4块了。可以看到早一年的李世民的飞白书的话，更这个写意。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已经变成极具装饰性的，像艺术字体一样的。它的点画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禽鸟一样。书单就是拿这个朱砂写在这个碑上。写完再刻。对。那应该是倒着放，让这个帝王写的，因为不会让帝王搭上脚手架，那时候也没有脚手架，不会让它登这么高。还有一种呢，就是等比例放大呀，或者说那个双钩法来刻。这个区域的话，也给观众呢放置了一些休息的，就是因为这个展品呢太多了，走到这儿呢，很多人也会累了。还有一个临摹的。临帖的一个台子，可以在上面写一些毛笔字。
农信之士。这块碑的话，离远看的话，字迹呢模糊难辨。其实不是它损坏的特别严重，也是有磨损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它的字呢非常的细，是用瘦金体写的。上面的碑额呢是蔡京写的。刚才我们看到苏轼的立子丹碑的话，差别要蛮多，因为以前的时候呢，也是官员被贬了的话，就会把他的东西呢都毁掉，所以比较少。因为蔡京作为一个大奸臣呢，他的东西很难传世的，所以这块碑也是比较少见的。可以看到也用的是瘦金体写的，而且呢，能看出来它是很拘谨的写出来，就是要收着，因为这个蔡京呢曾经被这个列为这个四大家书法写的最好的几个人，那他肯定是比皇帝写的最好。他完全放开写了的话，皇上就不高兴。这一件的话也是李邕写的，可以看到农信之士。对，这个匾在哪里啊？它的这个转折处的话是一气呵成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四没有断笔，意思是？对，这个线条非常的美，所以说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就达到了巅峰，后世就再也超越不了了。所以宋代的人呢，就开始在艺术上来找花样了。这边的话就是乾隆的。别搞了。清代的话，目前的话这边有这个海瑞的，比较少。因为这个策人的话，他觉得像这个书法的话，到了明代呢，基本上就到头了，或是说没有什么可以这个可圈可点。这个就是简如文字。建筑如画，一眼千年。跟这个什么等级啊、阶级有关，一般帝王呢都大一点。还有以前的话，说汉代的时候，你这个7品以下的话，就只能用这个节；7品到5品以上的话可以用碑。